YouTube 是非常重视版权的。如果你的影片有涉及到版权问题，轻则会影响你获利，严重的话会导致你的频道被关闭。如果你不想涉及到任何版权的问题，一定要看完今天这期影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我经常会被问到关于 YouTube 版权的问题，有关于音乐的，有关于影片内容的。的确 ，YouTube 非常重视保护创作者的权益，他们会对版权问题有非常严格的审查。如果你想要在 YouTube 上长期发展，你就要了解 YouTube 的版权政策，并且知道如何避免侵犯版权。今天这期影片，我就会带你了解所有关于 YouTube 的版权政策，并且回答大家一个非常关心的问题：如果我的频道里面有涉及到版权问题的内容，我还能够申请获利吗？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讲关于社交媒体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影片通知了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开始我们今天内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 YouTube 对于版权的解释。创作者只能够上传他们制作的，或者是经过授权的影片，这就意味着你不能够上传不是自己的影片，或者是版权是别人的，你没有使用的权利。这可以是音乐、一小段片段，或者是其他人制作的影片，但是你没有经过授权得到使用的权利。那么 YouTube 是如何查看内容是否有版权问题的？他们是通过 Content ID。他们会有版权匹配工具去查看每一个影片的 Content ID， 一旦查到有版权问题，就会有两种结果 ：Copyright Claim 或者是 Copyright Strike。第一种 Copyright Claim 就是你可以把这些影片继续保留在 YouTube 上，但是原创者能够有权利在这些影片里面放入广告，并且获得所有的广告收入。这种情况下，你不会得到惩罚。第二种 Copyright Strike， 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，你会被要求删除影片。如果你在90天里面收到3次 Copyright Strike， 你的频道就会被关闭。这里再提一点，即使你的频道没有获利，没有加入 YouTube 的合作计划，即使你的频道是0个订阅者、0个观看量，如果你的影片有版权问题，还是会得到版权的警告或者惩罚。大家很关心自己在影片里面加入的音乐是否会侵权。如果你使用了侵权的音乐，那么首先 YouTube 会通知原创者，原作者可能会让你继续使用他们的音乐，但是得到的广告收入都是归他们所有的。如果他们好心，会分给你一点点收益。第二种情况就是这段侵权的音乐会被消音，所以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是无法听到这段音乐的。第三个就是，如果原创者屏蔽了几个国家是不能播放他的音乐的，那么你的音乐在这些国家也无法得到播放。如果你想找到好听的无版权音乐，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部影片，里面有推荐几个网站去找到无版权的音乐。接下来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：如果频道里面有版权问题的影片，是否还能够继续申请获利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YouTube 的获利标准。大家一听到 YouTube 的获利标准，肯定想到的就是获得1000个订阅人数，以及在1年时间内获得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。但是 YouTube 还有其他的要求，它要求创作者能够遵守社区准则、服务条款、版权以及 Google AdSense 的项目政策。这些 YouTube 都会进行人工的审核，所以 YouTube 对于想要和他们进行合作的频道，审核是非常严的。当他们审核时，他们会看你频道的主题、最多观看的影片、最新的影片、观看时间最大的比例，以及影片的原数据，这些包含了标题、缩图和描述栏。所以当涉及到版权问题是否影响申请获利时，你最需要重视的就是观看量最多的影片，以及最大比例的观看时间。根据我个人的看法，如果你的频道里面有10部影片，有部影片有版权问题，并且这部影片的观看时间占了总观看时间的60%，那么 YouTube 在进行人工审核的时候，就很有可能拒绝这个申请。另外一种就是你频道里面有100部影片，其中有5部影片是有版权问题的，这些影片的观看时间占了总观看时间的10%，那么审核人员在进行审核的时候，可能就不会这么在意你的版权问题的影片。再次强调，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不代表 YouTube 的说法。那你可能会有一种想法，我不打算靠影片赚钱， YouTube 可以把我影片获得的广告收入全部拿走。虽然 YouTube 能够赚取更多的钱，但是 YouTube 一直是支持原创的创作者的，这就引起了另外一个概念：重复利用内容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YouTube 对于重复利用内容的解释。你重新上传或者是使用他人现有的内容，如果你频道里面大部分都是这种重新利用的内容，那么你是无法通过 YouTube 获利的。他们之所以会让创作者加入获利计划获得收入，就是想奖励原创的创作者，让他们产出更多原创内容。假如你说原创者让我使用他的内容，
那我还能够有资格申请获利吗？ YouTube 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，即使原创者允许你使用它的内容，你还是要创作出属于你自己的有价值的影片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认为， YouTube 是非常重视原创的。如果你的频道里面很少你原创的内容，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拒绝你的申请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最后来做总结。如果你的频道里面有版权问题的内容，会不会无法通过获利？答案是有可能的，这取决于你的版权问题内容占总内容的比例、严重程度以及审核人员的人工判定。这也不是意味着，如果你的频道里面没有任何版权问题的内容，就一定能够通过获利。他们还会看你是否遵守了社区准则、服务条款等等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说，他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才通过审核，因为不同的情况，审核时间会有很大的不同。那么我们来说一下最糟糕的情况，你频道里面有版权问题的内容，你申请获利，但是你被拒绝了，你接下来应该怎么做？首先 YouTube 会给你发一封拒绝信，然后你在30天之后可以重新申请。这封信会告诉你你违反了哪些规定，然后对照 YouTube 的获利条款以及社区准则，检查你的影片标题、描述栏、缩图、标签。最后一步就是删除掉所有违规的影片。但是 YouTube 也说了，他们不能够保证你在做了这些调整之后就一定能通过获利。从这期影片我们都知道了， YouTube 是非常重视原创，非常重视保护版权的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平时制作影片的时候都能够重视这些方面。毕竟如果我们想要长期在这个平台上生存下去，就要遵守它的规则。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你们是否有经历过版权问题。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为我点个赞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同时关注我的 IG， 那会分享更多不一样的内容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